我是姆尼凯里，我来自柏林，我是一个中德译者。最近出的是陈思宏《鬼地方》的德文版。我在这本小说里面活了1年，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事情。那我一直在想象那边怎么样，所以我后来放完，我真的很想去看一下那边一整个气氛怎么样，霸王到底好吃不好吃。终于见面了！天哪，《鬼地方》这本小说已经要翻译成13种语言。莫妮卡利是我的德文译者，她在文字里面跟永进共处了很久一段时间，现在终于看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看到我的译者眼中闪烁着光芒，让我就觉得啊，这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缘分。这一家很特别，是它其实没有招牌哦。那个油是低温的油，然后慢慢炸这样，然后中间有包肉。对，哎，会耶，真的是台湾人。看要不要把酱给挤下去？真的吗？那不错啊。台味也是一直这样吃的，是一个非常台湾的事情，而且这个重要性就是跟德国的非常不一样。如果你想交朋友，如果你想讨论重要的事情，庆祝某一些很棒的事情，你很开心，你跟家庭在一起，你总是会吃，你总是会讨论吃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这是非常台湾的一个事情。很多读者都会问我说，这么台湾的小说怎么可能翻译成德文？怎么翻？翻译这种台湾小说一定要，我觉得蛮重要。你去过台湾，就是比较了解，你最少知道是什么东西。我里面写了很多台湾的俚语俗语，比如说，犀鸟，挂球头，西告棒最牢。对啊，然后你还是把它翻出来了，就是因为德国很爱狗嘛。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怎么可能有人会把他们家里中死掉心爱的狗丢进水里面？那我觉得这个一定就是让人德国读者觉得很不能适应的地方。可是这不就是翻译文学的美好吗？让你多多认识这个世界。其他语言的译者在翻译大姐、二姐、三姐，他们也是很疯掉。虽然这个是中文里面是很正常的，但是对德国人来说，这个也太陌生，他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做 die zweite Schwester、die dritte Schwester 不行？所以我后面有写中文里面是这样子，但是我还是用了他们的中文名字。如果真的有一天，机器还是 AI 可以代表我，还是代替我，我觉得没关系，生活就这样子啦，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但是目前我还完全不担心这个，像中文、日文也是啊。这种所谓的 high context culture， 你更需要人的译者，你才会真的了解他们想说什么。但是我也发现，在小说里面常常出现的是鬼。陈教妈是在讲一个日式时代自杀的女生，是因为她被强暴，后来自杀了变鬼。所以后来永进人决定要帮他盖一个庙拜他。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鬼地方的德文版叫 Geisterdämmerung 放在陈角妈的庙的那个供桌上，我想她应该知道我真的写的一本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是关于这间庙的，比如说信鬼的这个迷信，还有台湾鬼月这些事情，所以你会透过文学来进入一个跟德国新闻媒体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台湾。在德国，鬼总是跟恐怖片还是恐怖小说有关系，那台湾不一定，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就很不一样。因为这边的鬼真的很像人，所以他们也很多心理作用。台湾人不一定会去看心理学家，但是他们会去庙拜拜。对，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意思。那加上如果你现在的生活你对女生不好，那个女生也许会变鬼，所以你也许会多考虑到，我对那些女生怎么样？如果我对她们不好的话，他们也许会回来当鬼。我也发现，也是一个蛮台湾某一个时代女生的一个事情，女生怎么忍耐她们的命运，我也觉得蛮特别的。我也常常翻译的时候受不了。
用尽，就是在小说里面，陈思宏把它写成就是很有魅力的地方。那我就很好奇，我会觉得怎么样？那我惊讶的是我很喜欢，它有它自己的美感。鬼地方着是虚构的小说，可是它的原本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游泳池，是个荒废游泳池。我每次走进来看到自己喜欢的游泳池变成一个干掉游泳池，变成一个废墟，我都有很想哭的冲动。因为这是我学游泳的地方，我的青春的回忆，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很长一段时间是想要离开这个地方，我想要去台北，我想要去看看全世界，所以我对这个地方的情感一定是比较复杂。鬼地方是一个 trauma 的故事，但是它也同时间是一个同性恋故事，也是一个台湾社会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爱情故事。我翻译的时候，当然会感受到书里面的情绪。这个是我翻译以前也没想到，是真的是一个感觉的事情。因为我真的很深入那个故事，很深入那些不一样的角色，也许有点像演员，从他的眼睛去看世界，所以有时候这个心理影响蛮大的。对我来说，游泳是一个放松机会，不是完全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我一边享受，但是同时间，这个有时候也是一个很棒的感觉，因为你就有这个能力，但是有时候也有点可怕。也是一个我会思考翻译的问题的一个机会。安静啊，没有人在打扰我，我就可以慢慢想。我觉得把翻完的小说带回他的老家很重要。这样子才有一个完成的感觉。我对那个翻译一整个态度很浪漫，我很喜欢做这个事情。